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更换水龟，也就是节温器。基本上更换水龟，要看状况啦。因为如果你像我的水箱水才刚换没多久，所以我刚刚已经把我的水箱水漏下来了。这边我已经把我的水箱水先尽量的卸光，然后收集起来，因为可以看到水龟的位置比较低，然后水箱上水管的位置比较高，所以你如果不先卸水的话，你拆水龟会漏很多水出来。当然，你从水箱下面漏水，基本上就是尽其所能的把里面的水降到比水龟还低的位置，这样你在拆的时候漏的水就不会太多。那如果你们刚好也到了要更换水箱水的时机，顺便换是最好，这个是一举两得。那我又拆了我的 1.8 考尔，因为我的 1.8 考尔有看我影片的朋友就知道，我 1.8 考尔是装在这边嘛，所以会挡到。我已经现在把它拆掉，移到旁边来了。那前置作业大概就是，不管如何，你一定要先卸水，因为避免太多水会去泼溅到变速箱。然后找你的节温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沿着上水管，你去找。多半节温器都在上水管的另外一边，这边是进水箱嘛，这边是上水管进水箱，然后另外一头多半都是连接着节温器，节温器就多半都在这边。然后可能每台车的拆卸方式不太一样，可能各位就是稍微的斟酌一下你的状况。那我现在先拆咯。然后像，应该怎么说？每台车的水龟跟水龟盖节温器外盖，它的形状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上面会连接着一些插头啊，或者像这个铁座，这个，所以你们在拆螺丝的时候要去注意，不要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把它弄坏掉，那样子的话，在后期处理会很麻烦。那当然，在工具上，要尽量的准备充足一点，不要临时找不到工具，那个在拆卸上会更麻烦。像我可能就是长短接杆要不停的更换，因为角度的问题。太短的时候会伸不进去，太长的话又会挡到旁边，所以工具上各位要自己先衡量好，准备好。
然后当螺丝都拆完以后，该移开的东西尤其是电线类的东西都要先准备好。如果没办法，该做防水就要做防水，然后稍微顿一下，它就会下来。然后因为像我的固定螺丝，一只是螺丝，然后下面那一只是螺母，所以变成说上面可以摇动以后，就要尽量的慢慢往外面抽。然后我现在从缝隙上面我可以看到，前车主他更换的时候应该是有上胶，他有上垫片，另外又上了胶，所以现在是那个垫片胶粘住。一般来说会建议把上水管拆掉会比较方便，但是我的手这样子我不太好拆，所以我尽量就是以拆卸最少的零件下去做更换。好，这样子水龟就拿起来了。那可以看到，我目前这样看，因为说实在话，水龟这种东西它会坏掉，有的时候，像我的状况，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的水龟状况就是，我之前有讲，我在开快的时候，我的水温表会下降，所以一般判断是它应该是卡在全开的状态下，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它可能，我现在找不到它的温度，它是76.5，它的温度是76.5开。那因为原厂来说，以我们这台车来讲，原厂它设定的温度是82度开。然后我这样看它应该是漏水，它的垫片很硬，而且这个防水垫片状况都不是很好。我拿我新买的给你们看。然后外观上大致是一模一样，只是这样子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防水垫圈的设计。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好像是它关不起来。如果两个的作动方式是一样的话，可以看到它这边它关不起来，就卡住了，卡在这边，它应该要全关才对。然后这个就是全关，有没有？这样应该看得出来，这个关不起来，这个现在全新的是全关的状态下。那我这颗是82度，
这边有标示是82度，82度是我们这台车的原厂标准设定值。然后外观看起来就是应该是这个防水垫圈有问题，还是这个牌子它本身设计就这样，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不会这样子才对。那反正拆都拆了，该换还是要换，因为毕竟车子开起来的反应就是高速的时候，尤其是温度低的时候开车，你开快的话，水温表会下降，这表示你的水龟、你的节温器一定是有在泄漏，水有在过去，才会造成这种现象，温度会降低。那温度降低，其实我之前就有说过，任何引擎它都有它的工作温度存在，你只要低于那个工作温度，或者高于那个工作温度，对引擎都不是好事。所以没办法，该换还是要换。虽然看起来它好像没坏，只是因为每间的节温器的做法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目前这样子看起来，它是有点异常啊，因为看起来它像是在关，它有关起来，但是它的电圈设计又不太一样。好了，反正就换上这一颗就对了。然后节温器在安装的话，这个孔一定要朝上，这个孔要朝上，然后这一粒要朝内部，就是水流的方向，水就是往这边流，然后从这边过来，这样子应该懂我讲的意思啦。那节温器在上去之前，可以稍微做一下检查。看看内部有没有残留物，或者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像这种，它如果有上垫片胶或垫片的话，都一定要记得要做清楚，要不然你到时候新的垫片上去，很有可能会漏水。稍等我一下。然后垫片胶跟垫片的清除，就拿个美工刀，或者你有自己的工具，就把它清除干净，让平面恢复正常。这个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就直接跳过咯。然后旧垫片跟垫片胶的清除，基本上就你目测它没有不明显的颜色，因为铝的颜色跟垫片胶或者其他的颜色一定会有点差别，你就大概就是目测没有不同的颜色存在，因为有不同的颜色存在，可能上面就是有残胶或者旧的垫片，然后加上你可以用手去摸，看哪里有没有不平整的地方，大概这样就好了。然后最后就是你可以拿把小刷子，稍微的刷一下，把上面很细小的一些残胶或者旧的垫片把它清除掉。
后像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这型车这边是螺丝，那边是螺母，所以就表示那边会有一根螺栓在那边。我现在手指头指的这一根，你要记得它另外一头那边也要记得做清洁哦，要不然如果你那边螺丝的另外一头你看不到那一边，如果你没有清干净的话，很有可能你锁下去的时候，那边就会稍微有点歪斜，水可能就会往那边，如果压力大的话，水可能会往那边漏。然后像这一颗有一个铜的这是它的温度感测器，温度 sensor， 这个也可以顺便去注意看看它四周有没有曾经漏水的现象。然后当所有都清除干净以后，边边的垫片胶、垫片都清除干净以后，要记得再做检查，确定那个节温器外盖跟水道里面没有异物掉进去，譬如说比较大块的垫片胶或者旧垫片掉进去，避免说水箱会被堵住啊，或者说刚好被节温器夹到，变成节温器关不起来。最怕就是这种现象，然后表面做一下清洁，因为等一下要上垫片跟垫片胶。然后像我不知道这样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来，这边它有一个小凹槽，在水道的边边四周，它就是要放置水龟节温器这个厚度，所以说那个面你要记得做检查有没有脏东西卡在上面，要不然你上去的话可能节温器会稍微歪一下，这也不是好现象，这个要注意。有没有？这样就可以看得到节温器它那个这个边边，节温器的这个边边，整个跟平面是整个密合，整个是很平的，这样才是正确。然后记得就是这一粒方向一定要装对，然后这一粒一定要朝上，因为等一下把水灌进去，冷却水灌进去的时候，排空气会从这边排。然后垫片胶的上法，我是比较偏向于直接上在垫片上面，上薄薄的一层就好，然后整个放置上去，再把它锁回去，这样就 OK 了。稍等我一下。然后像垫片胶的上法，可能每个人上的方式不一样。以我来说，我是建议就是
因为我这次买的垫片胶，它那个头是平面的，它不是尖的。如果是尖的话，剪一个小洞就好，然后你就可以挤一条一圈，你只要挤一整圈在大概垫片的正中间，这个宽度的正中间，再挤一条就 OK 了，细细的一条就好。重点是不能间断。那我这次买的，因为它的头是平的。我没办法说控制它挤出来的量，所以我就是尽量抹均匀，薄薄的一层就好，只要抹均匀，然后确保它没有间断，两面都一样，这样应该看得出来我抹的已经尽量很薄了。然后靠近内圈这边，尽量就是稍微的能够稍微擦干净一点，类似这样子。因为等一下整个平面锁下去的话，胶会再往外挤，所以很怕多余的胶挤到可能会流到内部啊，诸如此类的。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要上胶，大概就是上到这个程度就好，不要挤多，挤多真的没好处。因为我以前碰过，就是水箱盖打开，你仔细看里面，它里面有很多垫片胶的残胶在里面，那个都会阻碍冷却水的流动。好，现在就可以准备上垫片了。不好意思，因为真的一只手作业很难，所以现在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光线越来越暗，所以我等一下就大概的组装完以后，我等一下再讲解给各位听。然后在锁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之前常常就提到，你只要是在锁有关平面的螺丝，一定要记得，就是2颗一定要平均的上紧，要不然你如果只先锁紧一颗，再锁另外一颗，它那个平面会不均匀、不平均，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这样就锁紧了。然后最后的步骤就是把旁边的残胶擦干净，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像我刚刚抹的方式，它溢出来的残胶非常少，只有一点点而已，所以我觉得真的涂胶不要多，重点就是不要间断。你涂胶的时候就是不要间断，一定要一整圈，然后厚薄涂的那个厚薄度尽量的均匀平均，薄薄的一层就好。然后以结温器的垫片来说，就两面都涂，然后平均的锁紧，这样就 OK 了。有没有？残胶就一点点而已。好了，因为天色也不早了，然后再加上我后续的一些东西还要再组装，像烤耳这个，那基本上就是拆装的过程中，记得就是水一定要先漏完以后，把螺丝拆掉，然后把旧的水龟拿出来，
把节温器盖子跟引擎本体那边水道两个接合面上面的旧垫片跟铲胶一定要清干净，然后要记得做周遭的清洁。节温器在上的时候，记得就是这个小洞一定要朝上，歪一点点没关系，反正就是一定要朝上。然后垫片胶抹均匀以后，外盖都清干净上去。最后重点就是2颗螺丝一定要平居锁紧。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垫片胶你必须给它时间做它的凝固干燥，就是让它干，所以我可能几个小时后才会再倒水进去。以上就是今天更换节温器、水龟所有必须去注意的东西的细节跟重点。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